专业，您心中的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今天的第3位委托人孙乐言，我可能会在40分钟左右到达标杆剧场。我男朋友奥斯卡晚一点也会过来。我们会捷足先登，先对接孙乐言，他们路途过去来回就要1个多小时。快点，师傅，快，我要抢单！醒过来，行！拿下客户就是这样的，不能让客户让了，你就完蛋了。将车吧，我们也赶紧回去了。待会儿攻略的话，你们就专攻男生，给女生安全感。哦，我跟彤彤去共情，因为他们要选我们。哇，有计谋了，共情 ，OK。我今天是不是组员了？你是我们组员。可以。那你等一下我，今天我就陪你了。我不走了，我会成为你的助理的。我来跟你们实习一下，学习一下。你要把刘璋、唐九洲跟文涛、彩玉讲一下。他们今天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接待我，哼，他们可惜了，没有找到我口才这么好的，哼。我们就送一下 Cindy 跟小姨。不知道孙乐言到了没有？Hello， 你们已经接上了。我们已经接到了，哇 ，Cindy，Hello。哦天哪，乐言 ，Hello， 我叫孙乐言。就让你们两个互动愿望，走出一段不普通的故事。我们应该在 Red Gala 当时有见过，但当时我们应该都在忙。我那天回想一下，我们非常早就加微信了。对呀，21年、22年的时候，你现在有记得我们是怎么加的微信吗？你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是我们的共友，然后让我们俩认识的。太好了，但是我知道你在，我就很开心。拿下，谢谢。机会到我手里了，就谁也别想抢走。我们找个地方聊一下吧。好，走。拜拜。我带你去稍微聊一下。我在见到他的瞬间，我肯定是要把他拉到私密的洽谈室里面，跟他进行1对1的交流的。毕竟抢占先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我的客户对我有一个最直接的、直观的印象。他们已经先拿下了孙乐言，所以他们1对1跟上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有2种策略，一种就是等他慢慢沟通，第2种就是我们也可以加入，直接加入。基于孙乐言个人的需求而言，我们谁先谁后，最终还是寻找能帮他解决问题的人。先发者不一定有优势，而后发者不一定没有优势。谁先对接的，我们都有对策。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吃饭，然后待会孙乐言的男朋友奥斯卡也会过来，然后会接到高尔夫市区。所以待会如果我们还没有跟乐言去沟通上的时候，如果奥斯卡到的话，我们可以拿下跟奥斯卡先沟通的这一步啊。我听说了你的代号，什么？女王。女王是谁说的？谁说的？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有个什么什么王的称号，接下来服务女王。女王，接下来服务女王。可以。OK， 来吧，我们可以聊一下你的诉求。可以。其实我觉得我诉求不是很难，我们应该差不多大年纪，对吧？117015999。对呀，我们俩就
差不多大，然后我觉得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差不多同龄人，我们就会发现，因为这几年工作密度突然变得很高，特别是我这2年吧，基本上就是没有怎么休息的状态，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去顾及财产和财富的分配。然后呢，包括以前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手上也没有多少钱，就是这几年自己慢慢打拼，一点一点积累，有一小笔财富，然后就想着说把它能够去做一个资源的配置。所以是你自己在管这部分钱对吧？没有交给爸爸妈妈？我的另外一部分是给我给我妈妈来安排的，但是我自己会有一部分的收入是我自己来安排的。其实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比较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也会告诉我说你要守住财富，对，所以我对于财富的投资方面就是不是很大胆。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种传统家庭长大的，我就非常非常稳健、小心型的。对，非常小心，因为我会考虑到说，哪天万一我父母出了什么事情，我需要一笔急钱去来帮忙，或者是我自己的健康如果出了一些问题，我需要去为自己负责。它就是一种安全感。对，而且我觉得你也是那种不是喜欢那种很奢侈消费型的，也会就是更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会多一点。而且我上次有看到你说一句话，就是存钱的时候就觉得很爽。你刷到那个切片了？我看到了，我深有同感，我立马点赞。我感觉花钱这件事情本身不会给我带来爽感，我是存钱会给我带来爽感。我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我这个概念应该是错误的。因为你知道支付宝它是有余额宝，所以我就基本上把所有的钱全部存到支付宝。我真也是这样，我真是这样的，因为我就觉得支付宝那已经不错了。对，天哪，我也是这样的，是的我。而且我这样可以实时监测。对，我就觉得那一刻的爽感我满足了。其实这样也是对的，就是人也不要去尝试一些可能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反而你可能更能守住财。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任何问题。对，你现在想去尝试的话，就是可以再进一步找专家帮你去了解和规划，也会更好一点嘛。所以我现在就处于那种每赚的1分钱都觉得是辛苦钱，然后就都想把它们存起来的那种。但是特别对于我自己的一个自身感受，就是说在花钱这件事情上，我希望能够短期看到一个可见的回报。如果说让我等特别特别久，我就不知道这个看头在哪里，我就会心里很不安。其实你是希望你现在赚到的钱能够首先它有一个保值的部分，是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稳健的有一些增长，是的就好了。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特别大风险的投资不是特别适用我。当然，我是不希望自己本金亏损的。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某种底线吧。我刚才被你迷住了，你知道吗？我刚才一瞬间走神，我没有听你说什么，我在欣赏你。不好意思，我在这个框上欣赏你，你知道吗？我要去，等下，我是专业的代理人，我要收。所以现在你们2个的整个消费生活都是在一起的。对，我们基本上吃穿住行都是在一块的。那这方面的花费是怎么样去分布的？我们花的不是特别的，就是分你我。在住宿上他会负担的多一些，就是房租上。对，然后包括外出的一些旅行，就是机票啊，或者是住宿，基本上都是他。不错。杨家人发话了。TCP 粉问到了，不错。好，那你现在工作这么忙，你有时间体检吗？说到体检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前2年我怎么回事，我有点报复性工作，就是我很多体检我就都没有去，所以我已经2年没有体检，但是我可以摸到我自己长了一个结吗？对。因为他们说可能确实情绪会影响到那个部位嘛。对，这次奥斯卡他也会说我的情绪管理这一方面确实是需要注意，然后他也会跟我说，我如果自己一直这样憋在心里，然后不去抒发出来的话，会让自己生病的。对，所以我可能觉得会是去年
突然很多的事情全部砸向我来，然后我有点无力负荷解决这么多的事情，就会导致这个样子。我也心疼你，那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尽快去看一下。但是你知道，你能懂我那个感受？其实我有点害怕。我完全能懂，我之前就不敢去体检，因为怕吵这个大的，你知道吗？对，我有理解点不敢去，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其实还是要去，有可能就是也没有你想那么严重，它可能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女生有长这个东西很正常，我之前也有，就是检查过来这种结节，然后后面他其实当时有建议我去切除，让我去观察一下，后面我就不太敢做这个手术，我就喝中药把这个结消掉了，也有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去查一下，然后看一下，因为一般肯定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身体肯定很好的，肯定没什么问题，你要爱惜自己身体。但我不敢跟他们说，我就自己去解决掉好，对自己去体检，然后把它解决掉好。你爸爸妈妈他们想要跟你们，就是跟你一起未来一起居住吗？就父母的养老这方面有没有考虑过？之前，其实我会考虑到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去年的时候有生了一场挺大的病，然后我当时一直不知道，因为他们俩一直瞒着我。然后我当时也是在外面出差，因为我跟我爸妈的习惯，我们每天都会发短信，就是虽然没有时间可能打电话什么的，但是一定会发个短信，就是早安晚安这种。然后我就看我爸有几天都没回消息，我就问我妈怎么了。我当时还在外面出差，然后我妈就说她住院了。然后直到我正好那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去长沙工作，我回到家我才看到我爸非常严重，就已经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来，就是连跟女儿一起吃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你也是独生女对吗？独生女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回到家来看到父亲躺在床上，连吃一口饭的力气都没有，就是我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后来我爸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没事，你先说，先说，别管我，先说。我爸在医院，其实已经在 ICU 里面抢救了。第一天的时候，在抢救的时候，那天晚上我跟他们发晚安的时候，我妈还是跟我说，就是让我别回来，因为我当时说住院了，那我肯定得回来呀，我要脱掉一切工作，我要回来。但是现在已经很严重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他当时就在想说，如果他走了的话，他也会觉得很遗憾，就是没有看到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今天反思很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真的应该离他们这么远吗？虽然说我也应该为了事业去打拼，但是我依旧爱他们，我依旧在乎他们，我不应该让我爱的人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当时是他讲到他爸爸进 ICU 这么一个事情，我当时感受到他其实是非常的难过和低落的。他说，那我现在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也是为了努力工作赚钱，其实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可以平安健康幸福，所以那个瞬间是很能共情和理解他。爸爸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情况好转了吗？他现在出院了，对，现在在慢慢就是康养恢复当中。所以其实后面的话，你也是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让爸爸妈妈陪在你身边一起生活。是的，也在考虑这种。是的，是的。如果我有能力的话，一定会尽我所能让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好的，就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后面也可以定期，就是每年给他们安排一些体检啊什么的。是的，是的。好，哎，雨桐，你真是太有能力了！你真是太有能力了！我坐在这儿几分钟，我已经开始泪流满面。好，是这样，不讲。主要是我觉得我是被你一个。这一次我感觉我们一下都已经变成了知无不谈的好友。到了，而且
我能感受到我们身上有非常多的共性，他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一份内心的负担，然后一起共情，我觉得这是他的能力。要不要加入一下他们的对话？可以啊，刘璋出马，一个顶俩，强势对抗。你爸爸妈妈现在在长沙吗？他们还是在长沙。嗨，嗨，这边不欢迎哦，不是。Hello， 乐爷你好。我已经哭完了，哭完了。雨桐已经让我哭干了眼泪。我们在聊女生的话题了。说保留一个女性。我已经哭完了。我听到这句话，危机感上来了，因为我觉得刚哭完是一个信号，就是他和雨桐达到了某种的同频共振。我也是这样的，是的我。所以我会觉得已经失去了先机的感觉，反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换一种方式吧，让他理性下来。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的团队。周周是各种王的集合，我叫氛围王、画画王，然后刘璋是保险王，文涛是金融王，所以今天集齐了王炸组合来给到你这边建议的。所以你们是一个团？对，我们是一个团，雨桐是一个团。我是一个团队，你一个人是团队吗？我还有2位，就是我的导师还有队友，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赶过来的路上。现在彤彤一个人在那边，其实我还是蛮担心的，因为他一个人在那边对那么多人，你知道吗？那你为啥先回来了？我是来抢客户的，我是把我们乐言赶紧拐走。客户不在抢的，是能力征服的。但我们很感谢雨桐，因为刚好先帮我们接好了乐言，对，而且老师们感谢我这个，谢谢雨桐为我们队，没有这个意思啊。这是很好的 Girls Talk 开始，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一个破冰。职场老狐狸啊！我被摆了一刀。谁叫我们人多？我突然都变得局促了，我感觉我像待在一个满屋子人的审讯室，然后我要把我所有的事情没有，怎么会全盘托出？你是很有防诈意识的一个人，感觉不是吗？我被诈骗过。哟，居然！你怎么被诈骗了？居然！我在3年前来到大湾区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是刚毕业的一个状态。没有太多的财富积累，但是当时我有一点点想要证明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我要给我自己更好的生活，我要重新开始。我就没有只是拿着一份工资，我就也会外面去找一些机会和活儿。在广东其实之前是有很多人做淘宝的，那淘宝它就需要很多模特，对吧？当时是有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给我发私信，他就说他是淘宝的商家，他有一大批衣服要拍，头巾很高。对于当时的我是震惊的，但是你知道吗？他很聪明的一点是，这确实是市场价。因为那么大批量的衣服，你其实可能是要拍小将近3个季度。我就问了一下我同样做模特的朋友，他们说确实广东有很多这样的服装厂，他们需要模特。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了，他一开始非常正常跟我说我们约一个视频面试，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已经出问题了，因为他在视频面试的时候他没有录脸，他也没有录声音，他只打字。然后我就一直在配合他，后面呢，他就跟我说，我们不能拍了。我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为这个事情大概投入了小1个月的时间。他说，因为你不是我们签约的艺人，我们只能公对公转账。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这样，你给我财务包几个红包，我给你在合同上去给你重新拟一份，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很麻烦，但是我愿意帮你这个忙。
我说好，我考虑一下。他说你还要考虑啊，现在想接这个单的多的是。就开始 PUA，但这个听起来真的太真了，这个听起来真的太真了。然后他就让我当下做决定，我就说行哥，我说那我先给你返这个点，然后他就说 OK， 那你先打8000块钱到这个账户上，再打8000块钱到这个账户上，然后打了这一次之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说第2份合同又有一样的问题，然后我当时就又会觉得我已经投了16000进去了，我不能停止。然后他就一样的操作，我又投了16000进去。然后直到这个16000结束了之后，他有1周没回我消息，我那个时候才觉得有问题了，被骗了。然后我就疯狂给他发消息，他说这个事情不再深究了，我帮不了你了，然后就结束了。投了16000，又投了16000，我那个时候才觉得有问题了，被骗了。说不再深究，你在这跟我说不再深究，你没事吧？我把我所有的钱全部都花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我父母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现在也不知道，到现在不知道。但这个不太怪你，我觉得这个人对能理解你，因为就是那个工作机会真很重要，也很想要的工作机会。我想起来之前那个王兴他去那个国外的那个事情也是，都是看起来太真了，他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去国外工作一件事情，对，然后就直接就咵就脱轨了，就是更可怕。现在就等于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嘛，是，所以就会基本上让自己处于不会再被骗的状态了。对，就是直接割裂，全部隔绝。但是我身边又会有一些人会劝我说你应该去做，因为我的对象他之前也是学金融的，然后他也会告诉我说你应该去做一些更多的风险担当，你不能全部都放在一个池子里面。他给你的经历当中，你觉得有没有至少1点2点你觉得是理解我的人可行的？就是来到这里进行咨询。是他建议你来这儿的？是的，因为我看到他的一个投资的偏好，他是非常激进的，他是敢的。对，可能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对，然后我就来做这个改变了。你们2个是完全独立分开的，没有共同的账户部分，是不是？我俩没有共同的账户部分，对。比如你俩如果要是会一起接一些商单之类的吗？对，但是毕竟还是2个公司之间的商榷嘛，对，那就不会涉及到我俩。你俩之间的啊？对。有记账的习惯不？我自己的花费我会有记账。哦，很优秀，他把所有的优秀特点都记起了。对。记账很优秀吗？很优秀啊。你应该早点来。记账很优秀吗？很难吗？你跟小精灵对比一下，他就已经混乱到极致了。我就无法记账，记账是一个很优秀的品质，我是无法记账。那你出去，先走喽。家里人。车到了哈。那比如说那个有没有想过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去击穿你的财富？比如说，就是你生个病啊什么的，影响你工作之类的。有保险吗？我爸妈有给我买保险啊，好像给我买就是那种最基础的。但其实我自己之前是有考虑在医疗方面要给自己再加一份保险的，因为我这2年其实有一点点逃避性心理，就是报复性工作，我已经2年没有体检了。但是我会考虑到刚刚 AK 说的，万一这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的话，可能确实是要去做一个应急预案。医疗险的话，其实不太需要逃避了，很简单可以买完。我自己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就以防万一生大病，那个医保不可以覆盖的话，还有一些那个医疗保险做个补充。AK 刘璋，我发现他很会问问题，而且他一般不说话，他说话的时候都还挺能够点出关键点的。乐言那边是有人要接吗？他是不是快到了？那就文涛接，我们留在这边。如果奥斯卡到的话，我们可以拿下跟奥斯卡先沟通的这一步啊。他在楼下应该。行，我去楼下了。金融王。哎，徐彤，怎么你跟着我们一起加入？
对不起啊，没有。雨桐已经加入我们团队了。我也没有加入你们。我是安排了文涛跟奥斯卡去做一个沟通交流，考虑到的是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接近的，然后他们也有同样的金融背景。奥斯卡他是学那个环球商业的，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富庶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他自己偏向于风险型的投资。那我认为他们的话题谈资会更多一些，所以他们可以从男性的视角里面有更快的破冰。Hello， 奥斯卡 ，Hello， 我叫文涛，你好，我来接你，我们先上去吧。好，行。刚才跟乐言在聊，听说你们把他夹击了。没有，就是人比较多，然后跟他聊天聊得比较 happy。我去跟他交流，可能可以了解一些，他关于乐言的投资相关的一些看法、金钱观和投资观的一些差异，建立一个关于乐言的画像，然后从侧面去了解自己的委托人。好，那我来给乐言看一下我给你的规划吧。好的，就是我们刚才聊的一些，大概的写了一下你的需求或痛点。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很有家庭责任感的小女孩，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给自己，然后爸爸妈妈去做一些医疗险的补充。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最关注就是你自己个人事业的发展。那我们现在肯定事业很上升期，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多的去赚钱攒钱。那可以在这个阶段去选择投入一些像这种终身寿或者是年金的产品，它有一定的增值和杠杆。第三个肯定就是你的诉求，就是有一个财务的稳健的增值。可能一些指数的基金啊，或者是一些不同比例的资产的配置是更适合你的。看起来好像还比较不是很复杂，争取一下哈。好，在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环境里面，尤其是面临非常优质客户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去拼去抢，因为这个东西抢来的成绩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谢谢雨桐。好坏啊！给我们的方案做了补足，谢谢。发言人发言了。你知道我这一个女生在这一堆男生群里面，这有多不容易吗？我真的是，哎呀。好坏。Hello， 嘉宾到喽。Hello， 这位是奥斯卡。你好。Hello， 你好。你可以加入他们了，我天哪，穿的好正式。比我们更像上班代理人，很专业的代理人的感觉。没有，你们聊得怎么样了？我们聊还不错，这是我的帮手来的，其实。我来听，给点意见而已。我们不然分开聊，这边可以可以。那文涛带奥斯卡去高尔夫池。好，我们俩先单聊一下。好的，然后一会儿再会合。拜拜，待会儿。这一次找奥斯卡来，也主要是想让他帮我把关，然后我也很好奇，想看他对于我自己的一些安排有没有什么遗漏或者是疏漏的地方。好的，那些文涛跟奥斯卡已经去到了高尔夫房，我们待会可以透过屏幕来看一看，奥斯卡到底在你的身上看到哪一些财务担忧啊？哇，他不知道我们在看。他会不会觉得你毫无理财意识啊？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有时候跟他聊这些方面，我真的就是我有点听不太下去他在说什么。我明白。对。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真的好专业啊！我们边玩边聊吗？可以。啊，你会打高尔夫吗？会的。那你教我，我就只玩过一次，不是很会。没想到这有高尔夫球啊！我穿了这个样子，打一个 biu 看。哎，这个有点，今天这个装扮有点不合适啊。
哇！穿西装打球真的是第一次啊！哇！我发现我打不了穿西装，好紧啊！优雅老师会打吗？我跟他学的，我就是纯跟他学，但是我没啥天赋。对，好，往上，里面那个区，对，然后这个90度，我打完就是打。但我想问林斌老师，真的会有很多那种合作是在打高尔夫的时候促成的吗？它过程可以是一个经营关系跟信任，但球场上所有的切磋基本上还是基于人跟人的信任。对，是的，对，是的。你要玩一下吗？我试一下，玩一下，可以的。在这种模拟的地方玩过一次，然后就是刚开始都打不到，很正常的。这个一开始学就是慢慢学。没事，是这样的，可以拿个新的哦，先找那个打到那个球的感觉，打到球的感觉。对啊，就是这个感觉，要先顺出去。因为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我也不是那种能够上来跟人家就是自来熟的人，我觉得可能就是先聊聊有什么共同爱好，然后再从这些事情一点点切入，我觉得会自然一些。哎，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对，终于坐下了。看你就是你的履历里面有金融啊什么的都是的。曾经就是成为全职艺人之前，我是在私募基金里面工作。私募我做房地产 real estate。 对，我之前是学金融的，然后我之前是在国内信托公司，很熟悉啊，对这方面也是转型了嘛，做艺人啊。确实，那我们挺相似的在这方面。对。我们刚才跟乐言聊，他说其实就在聊你嘛。我说，就既然你都这么，就这些都这么专业，然后自己也会搞投资什么的，为什么会来我们这节目？我们平常很多不同的决定，会是就一起去聊的，就是生活上啊，或是工作上也会去聊。关于理财啊、市场管理这一部分，我有时候也会给一点点的意见，但是始终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太忙了。就比如说之前也试过啊，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对接人啊，然后他都已经加了微信了，然后但是因为时间太忙，就是很难会成为他第一、第二要解决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一次他就说，哎，要来这里去找你们去给意见，把理财当做工作是他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他就不会再拖延了，是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就一起陪他来，因为平常也会陪他，就是一起做出不同的决定我说接个电话，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了。不用接了，不用接了。我去外面。要上厕所。喂，文文姐。彤彤，我们到了。哎，好好，上来。我来了，拜拜，我们都来了，好，都拜拜。好，可算来了。妍妍姐团队是不是压力很大？还好啊。有压力吗？手拿把掐，快乐生活，快乐工作。这一局定胜负。哇塞，压力来了哈！不要有压力，我不会有压力的，也不关我的事。你们决定。来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跟乐言聊的，然后现在她男朋友奥斯卡在看，就是他跟文涛在聊。Hello， 嗨。我主要是跟他聊了一下，他的投资方式还是偏稳健的。他现在短期之内没有买房子和买车的想法，其实还是很看重自己事业上的发展。她是一个很事业型的女生，可能我给她建议也是一种增额寿啊，或者年金这种。可以，非常好。好，文文姐到了之后，你的那种后盾出现了，然后让你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就是真的像妈妈一样的人出现的感觉。我觉得找到了老母鸡，回归我的小巢的感觉吧。我们来啦！这是我们组员。文文姐，老师好，乐言好，哇，好漂亮啊！老师也是。乐言好。再多了一个人。你好。我们的新组员，哎，你好。新组员，
外援，我被他们从客户变成业务员了。哦，还可以这样，现在是我们的客户。哇哦！你要加入他们队吗？是。哇，那你真是非常可靠的对手。3v3了，简直我们这个格局发生了很小的一个变动。保险界的新星，你完蛋了！保险界新星冉冉升起。我们俩可以2个组分开来，一边去男生这边，一边在女生这边。这边我去帮忙问出来奥斯卡对你这边风险意识的，我就可以引着，你就可以这边听。是你去的吗？对对对。那我们去哪？你们俩可以坐这儿就可以了。同步了解一下乐言在听到这些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一致的看法？好。那我们要不要派李经验过去？你们先听一下呗。那我们去跟男生战斗了啊？不战斗就是了解一下，走吧。好，对吧？那我们去吧。去吧。回来会带着大额这个保单回来了。大额保单。你跟着老师走就好了。他们回来为了老农。这样的啊？他们很想赢。对。我该做的 KYC 也就做得非常细致了，每个问题的精准度应该是比另外一组要做得更加的准确一些的。那这时候我不妨去奥斯卡那一方引出更多的一些需求点啊，或者表达。Hello， 奥斯卡。Hello， 我们来加入一下，在这儿汇合了。对啊，集合了。我们坐吧。好，对，我们几个在这儿聊哈。他们俩是从另外一端一起过来的。像敬业的话，他是有非常强的法律背景的，也是我们这一期的代理人之一。之前也拿过这一期的很多 MVP。也是厉害，谢谢。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称号嘛，然后他是法王，你是法王，他是精灵王。老师他说我们的队友，不让他说，那我就再夸还好。然后文涛北大的金融加数学的这专业，金融王，那肯定有那么多经验啊。 The King of Finance。他刚刚在这儿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说的，他跟我在这说的一样的话。文涛是金融王，然后刚刚我们那边还有像保险王，刘畅的保险王，对，小梦是全能王 ，OK， 我们叫唐九洲的周周，他属于氛围王，氛围王，氛围他只负责氛围的，他很厉害的。今天我们所有的成员的这配置相对来说是一个高配组合，专业很强，能去承接得起乐眼的这一个前端的这沟通工作，跟协助他去落地的这一个步骤的。好的，对，拜托了。那在你平时的眼中来看的话，乐言他是一个有怎样的金钱观？他怎么看待花钱跟存钱的事情的？从我的角度来说，它是比较模糊的，对这个东西的概念。但是他不会就是跟随其他人乱来的建议去做出一些决定，明白？因为他还是挺安全的在这方面。他很大部分的收入，他都是交给家人去管的。那你会建议他把2/3给到父母吗？还是想要自己保留多一点点会更好？因为我自己啊，我先说我自己，我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不同的抉择，无论是家庭大事啊，或是投资方面，我们都会一起去聊，一起去探讨的一个人。乐言说你的自己的投资风格属于比较激进的，我是比较激进的，因为我有一部分钱是家里人在管，所以我就自己会有一小笔钱做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投资。但是我知道可能乐言他爸爸妈妈就是非常受尊敬的教师老师，可能他爸妈也没有那么全面在金融这一块的知识。乐言本身自己也可能没有主动去接触那么多接触，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状态，我会比较建议乐言先有一个少一点的比例，明白？然后我是非常支持他去在这一次这个 asset allocation 上的一个举动。如果他找到一些好的建议、好的 outcome 的话，他可以也反向跟他父母去分享。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把一部分钱放到父母那儿，你是支持的，但是父母对于这笔钱的打理，就是可以更优化一些。我觉得可以双方去探讨一下吧。所以对于像女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更是希望是有安全感。对，其实，我男朋友他是学金融的，然后他从小他的父母会对他有很重的理财的意识，然后会让他参与家里的很多大额支出的决策。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他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他的投资方面的建议，但是他跟我的情况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会觉得当然你有那么多一大笔可观的收入可以去支配，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多的一个收入去支配，我的情况是否跟你的建议是吻合的呢？他们俩的这个投资观的差异太大了，就他这种东西不一定就是适合乐言，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去建立一些这个投资理念，不同的资产配置能够带给他什么样的东西。哎，那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消费观会差异很大吗？消费观，我觉得差异肯定会有的，就是我们会消费的东西不同。我觉得差异挺大的。就他的消费和你的消费观差在哪里啊？比如说他会品质生活，对，就是对于品质生活的要求非常高啊。但是不会因为有那个差异有矛盾。对，但确实不会因为差异有矛盾。对，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消费欲的人。但是我是不介意我身边的人消费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喜欢就买啊。我想问一下，刚才提到那个消费观有差异呢，就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出去吃饭，大家会习惯，比如说我可能习惯人均800，我可能习惯人均200，那种餐厅会有这种差异吗？我觉得没有那么实在的差异。我们都是那种觉得值得花就花，然后性价比好或是一个体验为主的东西，我们都会花。就觉得好吃就可以。对，好吃很重要。对啊。乐言说到了，他这2年应该是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他说他也有体会到，感觉身体的条件可能不如以前，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假如说真的现在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状况让他暂时半年不能出来工作的话，你觉得以他目前的储备他能维持多久的时间？有没有问过？我没有问过，也没有瞄过那个余额是多少，对不对？我从来不瞄。对，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去聊你有多少钱那些，但是我会很清楚对方工作所有的安排，或是大概有什么收入，但是我大概会有一个概念，也不会太短的，确实。那他还是可以 handle 很多事情的一个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对的。那你们先聊一会儿，我看看他们乐言那边的情况。行，好的。刚才乐言问了一个问题，啥问题？没反应过来，可能需要你们2个解答一下。就是假如你们就是结婚的话，这个适用哪里的法律？结婚你要看你在哪里结婚，就看在哪儿登记。对，这在哪登记就受哪里管辖。对，就看登记在哪。有计划吗？有计划吗？你问我吗？我自己有一个偏向的，我是觉得谈个4、5年结婚是很现在已经第2年、第3年了，快第二。那可以的，因为超过那个年限就结不了婚了。我身边有很多案例的。没事，那你还早呢，你现在还0。对，确实啊，我0，我可以秒结，我可以瞬结。你呢？前辈。哇塞！我都结了5年了。你几岁啊？我32。你5年了？对啊。可以。你说幸亏上午不是他在哈，对，不然你妈妈就你在，我妈会疯狂说我妈一直催我结婚因为我也32了。遇上对的人更重要。风急。好甜呐。
你们都有听到吗？都有听到，对，按你的方式，然后我也很想过去一下。哦，好，然后你们等我一下下。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很想去了解一下一个男生对于一个女生。可以。博文姐的专场。哇，姐就这样去了，姐。对，我刚刚没注意我走路姿势。好男人。但是为什么回来就说好男人？就从刚刚简单沟通来看，我觉得他还是很尊重对方的看法的。对，他是很在意对方的角度的，就是他不喜欢用想法来覆盖你。他给你提建议的时候，是真的从建议的角度。因为奥斯卡他其实更多的是帮我把关的一个角色。对，他有时候可能我不确定拿不定的主意，我会去问他。投资上、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都会去问他。军师。有一点这种，但是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说服我去做任何决定，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好好聊行，但如果你一旦必须让我去做什么事，我就不逆反，还有点逆反的那种状态在，所以他还是不会 push 我去做任何事情。但乐言需要被 push 一下。对，微微 push 一下，是被我们 push。对，周周可以 push 一下。我们帮你去规划一个很好的方案，然后你去执行它就好了。对。Hello。文文老师。什么车轮战？这是文文老师。对，我是他们的师傅。你好。来这边。对，我刚刚也在屏幕这边。我先介绍一下，我是文文老师，也是平安3好5星全国总会长。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奥斯卡，出于女生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想要站在女生的角度去跟男生去了解一下男生的态度，试探一下奥斯卡的责任。对于我比较想了解的一些问题是，对于奥斯卡的家庭所有的金融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我是觉得你在让您女朋友配置的时候也是 OK 的。但是作为男生来讲，你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你很爱他，那你会不会去帮他配置？直接送他。我给你买了这个，给你帮他做规划吗？对，如果你帮他做规划，你会去帮他选择哪一种？我觉得他除了医保之外，没有什么大额的医疗，然后因为他可能身体上也会吃不消，然后工作强度也好。这几年工作密度突然变得很高，我可以摸到我自己长了一个结吗？对，就是还有点不小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大额的医疗是挺重要的。那所以你会送给他吗？我觉得如果有必要，当然会啊。 Of course, very good. 对，医疗险我觉得很重要。然后人寿储蓄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的。作为男生，你会帮他先配这2个。一个是医疗，一个是储蓄。那你太完美了。加分了已经，又加分了，110了已经，满分。难怪我谈不了恋爱呢，难怪没有女朋友呢，在未来的话，你们会选择，就比如说婚姻这一块，你们的财务方面。我个人是100%透明的，因为我从小我家里爸妈或是祖父祖母都是全透明的。甚至乎我爸妈都是联名户口，所有户口都是联名户口。但是如果他有一个顾虑，或是觉得要有个人资产的部分，那我会尊重，我觉得是 OK 的。真的，就是你的是他的，他的还是他的？我觉得这个没所谓啊，那就非常的完美了。妈呀，好男人！他应该会这么说，我大概能猜到。这个礼物比什么礼物都好。
很棒，姐姐给你点个赞。对啊，无敌了已经。好，那我现在再过去一下。OK。很直接，好直接啊！知道人家为啥有女朋友了吧？送我个女朋友吧，先。哎，所以你们两个工作平时算是一起吗？还是说就是他自己个人工作比较多一点？我们各自有各自，也有合体的部分，但是如果只要有空的话，我们都会找对方。感觉好好啊。那你家人有说什么？比如说期待未来媳妇儿在香港定居或者什么的，会要求吗？我妈妈很自由在这一方面，他们真的没什么所谓。那真的挺好。那你们互相见过父母吗？这种？当然见过了。哦，对，因为我也会去长沙，然后他父母也会来广州，然后乐言也会来香港。哇，那简直其乐融融啊！感觉问无可问了，怎么办？无敌了是吧？对啊。我确实有看你们那一期，蛮磕的。啊，你也看恋综？我不敢看，怕你妈催你是吧？你怕看着看着你妈飘起来。那你要不自己上一个？对，你可以上嘛。哎，得了吧，我上不是更合适吗？我上恋综你的理财搞明白了，直接上。上恋综我不行的，上去就一人送1份储蓄险。对。上恋综我完蛋了，不行。鉴定完毕回来了。鉴定完，我们只是娘家人去那个。对，我是娘家人，我代表娘家人。好男人吗？好男人鉴定吗？鉴定是好的。鉴定是。然后那个婚前婚后都帮你鉴定了一遍啊。好的。透明化，就你的是你的，他的也是你的就可以了。我去确定这件事情。娘家人发话了。所以挺好的，让他先做一个医疗。再做一个就是年金的方案，去做一个存款，慢慢来，慢慢的给到你一些介入。这是刚聊的话，是他来支付这个。是啊，他可以支付吗？他当然可以支付啊，他是可以支付，转账给你。对，让你给你就行了吗？OK 啦，这个礼物很好了。可以啊，这个很好。对呀。我不管怎么样，对吧？我先去娘家人跑过去70压倒你。对，那娘家人现在要过去那边集合了不？好的。崔老师还是厉害，太牛了。我完全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在问，因为男生不知道女生想什么，是有时候是的，所以姐姐完全的保护背后的大山 handle 一切。来吧 ，Hello， 你们还有啥问题？好男人，好男人。刚刚回去就说了3个字，我跟乐言说好男人啊。然后刚文文姐过来之后，回去之后问是不是好男人？好男人。终于来到这个高尔夫室。哎，我们可以准备我们的方案。来吧，我们已经方案出好了。好的，走。如果一起聊，我们就到活动区域会更好。哇，这时候这光太好了，太美了！哇，这光好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房间会太晒。我们都还行，还行吗？还行。好，要不我们在小角落吧？对，我的意思就这样。我们可以往后收，对，我们往后收一点点。黑板要搬过去吗？我们搬一下吧。好，可以。我们来，我和金叶来，老师。来，我们2个。小心。我们的委托人坐这边呗。好的，这个光线是最好的。好看了，哇！谢谢。对，我们就在这边嘛。专业的来了，压力好大。你们要看这个就真正的这个专业的汇报，不压力大，这轻松一些啊。我用我的习惯来讲一下。好的，没有问题。有一种当伴郎的感觉，怎么办？当过几次伴郎？十几次吧。10几次，因为嫁不出去了。确实。好，那个首先。奥斯卡跟我们的乐言啊，你们现在非常的恩爱，我觉得你们也是真的好夫妻相，你知道吗？我希望你们幸福快乐。然后奥斯卡就是对那个乐言，我觉得爱意满满，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男生，就你们的家庭一定会很幸福。姐姐先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祝福。他会祝福，那我有别的招可以破吗？给我支招。百年好合。我觉得你更有魅力一点，因为你的那个
亲和力更强。哦。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呢，奥斯卡也是希望乐言他有一些这样的观念，但问题是要落地。对，是的，是的。然后呢，也可以早点的把这个配置去做好，所以需要一个人盯你。对啊，那姐姐也很乐意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的盯工还是蛮足的，因为服务是很好的。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乐言是比较在乎父母的，所以爸妈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其实是减轻未来乐言的负担，也是可能会减轻我们家庭的负担。但是对于父母的年龄来讲呢，姐姐会推荐一种险种，就是住院医疗险，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它是补充社保外的不足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刚刚我跟奥斯卡也商讨了，在我们乐言要慢慢来，而且快速的落地的话，重疾加医疗，重疾是补充我们收入损失的，再加一个医疗，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万一有疾病发生啊，随时的可以就医。第三个呢，如果在我们风险偏好较低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投资一些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组合，那可以帮你慢慢的去了解一些资产配置里面最基础的啊，那就是我们的一些年金啊，或者增额寿的规划啊，可以做一个储蓄。那不管金额多少，可以把这个动作先做起来，因为落地是比较重要的。再其次呢，奥斯卡可能会觉得，我可以去投资一些我的风险偏好稍微有一丢丢高的，但是可能女生会比较保守。那在股票啊什么的方面也有保守型的东西的，但不用随时盯。你不用随时盯，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规划。所以资产的配置，慢慢的先把自己的个人的风险去配足了，然后把家庭的风险去用杠杆的效果啊去规避掉。这个就是我给到你的一个建议。当然，所有的额度呢，都是可以按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配置。谢谢，太厉害了，文文姐。该我们了，看我们的表演。当然了，林老师，啦啦队，啦啦队。那我今天就代表这个团队的一个输出人，然后给你们做汇报。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做这个计划或往下推进的话，你们是觉得是带着恐惧、担心事情发生，还是带着爱、向往美好发生而出发的？我还是挺期待的。那刚刚其实我在跟乐言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是做了一下风险识别的，探讨到收入损失板块的时候，我们的共同的共识都认为是乐言最应该考量的重中之重。那这个是首要风险。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疾病相关的乐言很关心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会为自己的爸爸妈妈先考虑好能买得上的医疗险，哪怕父亲最近有一次的 ICU 的经历。但放心，现在全网有非常多的选择，而重疾险到底该不该买，我一般都会认为要看你们的储备是什么样子的。从奥斯卡的口中看得出，乐言你的储备他很放心，是吗？首先事情是可以考虑，但不是非必要，也不是紧急的事情。对，二择一，从疾病相关的医疗可以先考量，重疾加医疗，然后关系到自己的寿险，我看得出刚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感兴趣。对。可能是因为周周直接拿出来，他直接对。平安有一个它有个 AI 的，可以智能测试你的哪几个险种到底有没有保足，那个就很简单了。就比如它是一个 APP 吗？对，平安金管家。所以在长寿风险，乐言愿意去多走一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们怎么来做年金或者增额寿险，来让财富增值，未来可以把这一部分的财富移到未来我在退休之后，可以让自己过高品质的生活。养老不是只是过日子，养老是我可以做好身份的过渡，去成为一个追梦人。所以综上，一开始我们是做加法来沟通，最后做减法来落地，从小事做起。然后市场风险的话，由于有奥斯卡来帮忙做把关，所以在这个板块，我就可以听奥斯卡的建议，我们试着往前一步，小试牛刀。第一步，我们可以先从保险做起，比如说投资类的。然后第二步，我们可以试试看债券。然后刚刚奥斯卡也提出了像股票，奥斯卡只有一个期望，先走出第一步。对，这就是我给出来的一个方向和建议了。
好，谢谢。谢谢。真的很不错，涛哥。你也很不错啊，真很不错，刘长。做得好，九州。辛苦了，林老师。林老师辛苦。OK， 好优秀，太不愧是太牛在了5000人面前天天演讲。就是我如果让我选择方案的话，我会很喜欢那个文姐她个人，因为她个人是个非常有魅力的演员。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从他们计划上是没什么问题，我会觉得就是林老师他的表达逻辑思维是更偏向于我肯定是你的那个方向，我的那个方向。是的，肯定是。我觉得林老师还是比较逻辑主导，然后很清晰的去把每个点去解释清楚的，然后文姐是那种很单刀直入的，直接把痛点聊出来的。一方面是真的两组都非常打动我，无法2选1，两个方案都非常的好，而且2位导师人都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每次当这种非常纠结的时候，我就会问奥斯卡的主意，所以就是很纠结，竟然是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对可以是对人的问题。你有什么针对人的服务？会有点刁难了。你问。我不管，你问你来做，不行，你问，你是我的发言人，就你了。没有，对呀，对呀，就是你又看到在问一个什么问题？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说了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被深深的打动，然后但是因为毕竟是一个团队作战，刁难的就让我来做吧。我们想就是除了2位老师之外。你们去说一下你们的那个计划为什么比对方那个好？为什么比对方的好吗？这是个有意思的。就是林老师给到的方案，我觉得更多的是围绕乐言本人出发的。我知道2位的感情很好，然后也很恩爱，但是我觉得乐言需要自己考虑的优先级仍然是自己能为自己这个家庭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更希望在看完这些之后，奥斯卡作为辅助，能够帮助你作为一个像监督人一样的人去来 push 你，而你自己是能自己有动力，然后去看了这些风险，知道自己应该把控什么，把自己的小家先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完美了之后，我们2个完美的小家才能结合成一个更完美的大家庭。这个就是最好的。从小事做起。好。那我先分享一下，因为首先是我们跟乐言有一个第一次的碰面，是我觉得我们团队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因为我们有很多相似的职业的经历，然后我也能够理解你现在作为在事业上升期的女生，你真实的一个诉求，包括你对于爸爸妈妈的一个责任心，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站在你真实的需求出发，那产品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你的需求的诉求的一个服务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拥有什么样的理想的生活，以你自己为核心的本位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你需要，我觉得是真正为你去考虑的娘家人，站在你的视角，在法律上、财务上、事业上帮你去保驾护航的。谢谢。我也要讲，我也要讲。你作为2次服务的亲历者，万万没想到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到你的身上了。我只能说，保险就是和爱情是一样的，对吧？你想象看，你当时和他在一起那种心动的瞬间，保单出现那一刻，你也会知道的。每张保单都不一样的。你真的是第1天来的吗？相信你的心。我跟你一样，我也没有什么都没买，我也是把钱都给我爸妈的，一样的，说明我们是一样的。但我是男的。但我是男的，显而易见。对，我说一下，你的回答用敬业的话说就很干涉，就是有点区别，还是有区别的。对，遵从内心，好吧 ？OK，
我感觉特别感动，就是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因为其实应该不仅仅是我吧，很多外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金融啊这些是非常冷冰冰的，但是实际上我今天感受到的完全都是温度，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能够接受到这么好的服务，然后能够跟大家有今天这么多的交流和感受。我现在可能暂时需要一点时间，需要再仔细想想，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各位老师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溜溜弯，溜溜弯。不是赶大家走的意思。我们可以回避一下。我觉得就跟你自己的直觉、你感受去走。这的风景真的好好啊！今天是我们见就是风景最好的一天。就是一个缘的关系，你想不想跟这个人继续有一个保持很长久的合作？我觉得你也说得很对。真正优秀的人早晚会，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顶峰相见，半山腰都会相见。真的。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顶峰相见了哦，半山腰。最后的决定，因为我刚刚也在那里跟他探讨了很久很久，因为其实今天在那个房间的时候，跟斌哥还有3位小伙伴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斌哥永远都把你说的每一句话记在心里，然后认真的考虑。所以我觉得斌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而且细心体贴入微的老师，就是很感谢今天能够接收到林斌老师还有3位小伙伴的帮助。然后呢，我刚刚在那一直纠结，本来就有点纠结恐惧症，然后还在你纠结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刚刚文文姐在走廊上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你知道人呢，就是会被某几个瞬间所打动。就是我就记得文文姐跟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就找姐姐。因为男生不知道女生想什么，是女生知道女生想什么，对，所以姐姐完全的保护背后的大山 handle 一些。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女，其实我从小没有太多兄弟姐妹跟我在一块儿长大，他们都离我很遥远的距离，真的很渴望有一个姐姐的存在，所以我最后的决定是文文姐。抱，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旅程，然后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天时间，但是我能感受到大家非常浓厚的温度和爱意。我上次有看到你说一句话，就是存钱的时候就觉得很爽。你刷到那个切片了？我看到了，我深有同感，我立马点赞，是令我。也看到了大家试图去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还有团结和细致的力量。好男人吗？好男人鉴定吗？鉴定是好的，鉴定是。然后那个婚前婚后都帮你鉴定了一遍啊。娘家人发话了。所以我要在这里恭喜大家毕业快乐。是一次有温度的下午，非常有规划和方向，也把大众对行业的一些误解完美的化解了。整个下午安全感十足，祝大家毕业快乐！恭喜你们收官啦！恭喜你们！拜拜！你不走吗？再见！拜拜！毕业快乐！最让我们欣慰的，其实不是谁赢了，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赢了。哇！还有大家，你们都赢得了从青涩到今天的专业的完全蜕变，进专业。不同的委托人，其实在不同的世界观之下，都会有不同想要去守护的东西。他在心里面，他有可能是一份感情，有可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有可能是长辈对晚辈未来的一个期许。大家都努力奋斗吧。
争取去保护好自己心里面想要保护的东西。无论是小精灵跟妈妈也好，还是奥斯卡跟乐言也好，或是 Cindy， 其实呢，都是为了爱。保险的它的最终点就是爱与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在乎的人，为最在乎的人去做未雨绸缪的配置，或者是未来的规划，这都是代表了大爱。家人一直是自己身边那个最可靠的港湾，然后一直为他们遮风挡雨。我们做的这一系列事情，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就是让每个委托人都能够感到心有所安，爱有所护。这是什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应该把我们的一起放上去。今天其实是各位作为风控代理人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专业跟沟通能力，去为我们身边的人传递风险防控的意识。我们今天2位新委托人，唐九洲，哇，真的是李金叶，那通过解决他们俩的委托，更容易形成被我们大家复制的风险自查案例。该我摩拳擦掌折磨你们了。谁折磨谁？沟通的时候尽量的是通过采访、聆听、冒犯。喂，你好，我是委托人啊。你好，你好，你好。我现在到30层了。那个按下电梯自己上来啊，忙着呢。是对抗吗？哎，刘代理您好。不买保险，把我挂了。古代，听您吗？微微有点酸呢。我要把你拴在我的保单上。欢迎大家来到初入职场金融季风险防控收官沙龙，再次欢迎大家。我可是唐九洲啊，是很厉害的，可以在每一个赛道都能闯出自己一片天的男人。在 AI 盛行的年代，他坚持着手搓的方式。从初入职场一个菜鸟到满身斑味的菜鸟，只需要12期节目的录制。我被这个节目套了。我被委托人、还有各位代理人、还有各位专家老师跟大家产生了很深厚的这个感情和情谊，被套牢了。如何搞钱？这个钱呀，代表着我们个人的价值，包括健康和幸福。幸福永远复利增长，健康永远保本增值。我当时以为自己这么稳定的生活，原来还有这么多漏洞的点。不困，就是希望说大家不被困在任何我们可能处于的情绪以及说处境里面。荣获金融风控榜样的是，他就是你。紧张吗？紧张。我被惊喜到了，我这心脏已经失速了。粤语版逛3元，前几天逛3元，什么元？小雨轩，这是谁呀？赵宇轩。小雨轩，你不跟你玩了。苑人员。李金叶。我问他。唐九洲。你就连火术你都可以说。真假秘密，牙上面有菜一整天，直到被小精灵提醒。做 PPT 做到12点，我这录制的中途一度想要放弃参与后续的录制。第3个是真的，为什么？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能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灯，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桂花为映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韶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撞，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出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